别让热爱变成诚意的压力。错了，我先说清楚啊，这期不是来骂粉丝的，也不是来给任何一个群体扣帽子的。网上现在有一种很省事的说法，诚意新剧受谎拍摄现场出现围观，剧组发倡议，工作室也提醒，所以问题就是粉丝不理性。错，大错特错。事情如果真这么简单，今天我就不用单独拿出来讲了。我今天想说的是，喜欢诚意没有错，期待受谎也没有错，大家想看到他的新角色，想知道这部剧拍得怎么样，这些都很正常，也很珍贵。但问题在于，当这种热情被代拍、跟拍、路透贩卖、线下打卡这些东西裹挟之后，它就会从支持慢慢变成压力。不是喜欢本身出了问题，是表达喜欢的方式被带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根据这次材料里提到的信息，受谎在香港开机之后，外景拍摄现场出现了人员密集聚集、长时间驻足围观、跟拍等情况，已经对现场调度和通行秩序造成影响。所以剧组在2026年7月14日发布倡议，呼吁大家不聚集、不围观、不跟拍，也不要购买和传播剧组拍摄信息。等等，我刚才差点说成7月13日，不对，是7月14日。这个时间点挺关键，因为它不是拍完之后出来复盘，而是在拍摄过程中及时提醒，意思很明确，现在就要把风险压下去，不要让现场压力继续累积。这几项倡议翻译成人话就是一句，不要去现场赌，不要给代拍送钱，不要把还没公开的拍摄信息到处传。说白了，这不是剧组高冷，也不是工作室不理解粉丝心意，而是拍摄现场真的不是粉丝见面会，它是工作场所。演员要进入角色，导演要控节奏，摄影、灯光、收音、场务、安保、交通协调，一大堆人都在配合。一旦外面人群围起来，安全、通行、保密、进度全都会受影响。回到正题，为什么偏偏是受谎会引发这么高的关注？你别说，还真不是偶然。第一，材料里提到，这部剧未播先有很高讨论度，微博话题阅读量、豆瓣想看人数、相关奖项期待度这些信息，都说明外界对它的关注不是凭空来的。这个热度背后，当然有题材本身的原因，也有诚意作为主演带来的市场期待。这个点不用回避。诚意这几年靠作品积累出来的观众基础，确实会让新项目一开机就被盯上。第二，受谎是悬疑题材，又在香港拍摄。悬疑题材天然需要保密，香港外景又天然容易形成打卡感。油麻地警署、赤柱海滨这类地点，如果出现在拍摄信息里，观众当然会好奇，这部剧到底是什么质感？角色会是什么状态？故事会不会有新的表达？这种好奇我能理解，真的能理解。尤其对诚意的粉丝来说，看到他进入一个新的题材环境，肯定会期待他能不能拿出不一样的表演层次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期待本身是正向的，因为它说明观众不是只看热闹，而是在等一个演员的新角色。但是，理解期待不等于支持去现场围观，这里一定要分清楚。粉丝想看他的状态，可以等官方物料；想支持作品，可以等预告、等正片、等正式花絮；想让平台看到热度，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渠道讨论。可一旦去现场长时间围观，甚至跟拍、跟车、购买代拍内容，那就不是在帮作品做声量，而是在给整个项目增加额外成本。懂行的都知道，拍摄现场最怕的不是辛苦，辛苦大家都能扛，最怕的是不可控。人多了，路线可能要改，声音杂了，收音可能要重来，未公开信息流出去，宣传和剧情保密可能要重新调整，更严重一点，还会出现安全风险。说到这个，我得补一句，这部分我没拿到第一手现场资料，具体每一次调整影响多大，我们不能乱讲。但材料里提到，剧组曾被迫临时调整拍摄计划，至少说明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发正式倡议。剧组拍摄一天的成本、人员、场地、设备、交通、协调都是实打实的。
更重要的是节奏。悬疑剧尤其需要完整的创作氛围，演员刚进入状态，现场突然出现不可控干扰，整个节奏就可能被打断。所以我不认为这件事应该被说成诚意带来麻烦。这不是演员个人的问题，是高关注项目在公共空间拍摄时必须面对的秩序问题。诚意要做的是把角色完成好，剧组要做的是把作品拍好，外部环境能不能更安静、更有边界，不是演员一个人能左右的。然后我们再往深一层看，表面上是围观，真正需要被看见的问题其实是代拍产业链。你猜怎么着？很多时候最积极蹲现场的，不一定是最爱作品的人。代拍是要变现的，他们蹲点、拍图、拍视频，包装成所谓独家，再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流量，甚至直接售卖。粉丝越焦虑，代拍越有市场，大家越想提前看，代拍越有动力继续蹲。最后形成一个灰色闭环，有人想看，有人去拍，有人传播，有人变现，然后继续刺激更多人去蹲，这才是关键。代拍不是热情过度这么简单，它更像行业里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的慢性病。今天是受谎，明天可能是别的剧，今天被围观的是诚意，明天也可能是另一个演员。演员本人反而是被夹在中间的人，明明是在工作，最后却要承担项目太受关注，所以现场失控的舆论压力。你说这公平吗？我觉得不公平。而且我得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，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所有粉丝，我说的是某些被情绪和信息差带着走的人。买代拍不是提前见到他，是在奖励那个破坏现场秩序的人。传播路透也不一定是在帮剧宣传，很多时候是在提前消耗作品的神秘感。特别是悬疑剧，最珍贵的就是未知。人物关系、场景氛围、关键动作、剧情碎片，这些东西如果被提前拆开传播，观众最后看到的就不是完整作品，而是一堆脱离上下文的残片。不瞒你说，我以前也觉得路透有热度，好像也不全是坏事。后来越想越不对，路透带来的热度很短，甚至有点像泡沫，但它对创作秩序、保密节奏和观众期待的影响是实打实的。尤其受谎这种题材，它要靠完整剧情、镜头语言、人物反转和演员表演来 carry， 而不是靠几张模糊的非官方照片来证明价值。你提前把碎片拆出来，反而会让真正的作品表达被干扰。行，接着说。材料里还提到法律边界，比如如果剧集行为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，可能涉及扰乱秩序；如果传播未公开拍摄内容，也可能牵扯商业秘密、版权和平台审核责任。这个我得查一下，具体适用到每一个现场、每一个账号，要看证据、行为方式和实际后果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但作为普通观众，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，这已经不是我喜欢，所以我去看看的纯情绪问题了，它有可能真的碰到规则边界。我说这个不是为了吓人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保护粉丝自己。喜欢一个演员，结果因为一次围观、一次转发、一次购买代拍内容，把自己卷进不必要的风险里，值吗？不值。至少在我看来，任何一个认真工作的演员都不会希望观众用这种方式证明喜欢。这里插一句，我觉得诚意粉丝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应该是线下能为多少人，而是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把方向拉回来。粉丝一直支持他，这件事本身当然是珍贵的。一个演员走到今天，背后有作品，有努力，也有很多人长年累月的陪伴。懂他的人会懂，那种陪伴不是靠一次探班、一次围观、一次路透转发来证明的。真正长情的支持是在他需要安静拍戏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把现场还给剧组。等会儿先停一下，我把两件事分开说，别混了。一个是喜欢诚意，这是情感；另一个是去现场围观或者传播路透，这是行为。情感没问题，行为要有边界。不能因为情感是真的，就默认所有行为都合理，也不能因为少部分行为出了问题，就反过来攻击整个粉丝群体。
两个都不对。所以这次受谎倡议其实给了所有人一个很清楚的提醒。剧组没有用很激烈的方式处理，而是用公开倡议告诉大家，我们知道你们关注，也感谢关注，但请把热情放到正确的位置。诚意工作室同步提醒，也是在把话说清楚。我个人觉得这种处理是成熟的，他没有把粉丝当敌人，而是把粉丝当成可以沟通、可以理解、可以一起维护秩序的人。这点很重要，因为真正好的粉丝关系，不是我越靠近你越证明我爱你，而是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靠近，什么时候该后退。这句话是我的个人总结啊，不是任何人的原话。后退不是冷漠，是分寸。分寸感是成年人追星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很多人喜欢程毅，可能并不是因为一时热闹，而是因为看到了他在角色里的稳定和沉淀。这个是我的观感，不是新闻事实。你会发现，他的很多角色不是靠外放的热闹去抓人，而是靠细节、眼神、停顿和人物内部的情绪慢慢留下印象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他在受谎里拿出新的东西，就更应该让他在一个正常、安静、有秩序的环境里完成创作，而不是让代拍和围观把注意力从作品身上抢走。真正支持受谎，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？我给3个很具体的。第一，看到非官方路透，不点、不存、不扩散。你不扩散，它的流量就少1分。第二，看到明显代拍内容，能举报就举报，至少不要在评论区求更多。第三，把讨论重点放回作品本身，题材、角色、官方物料、播出后的剧情和表演。你想让更多人看到诚意，就让他们通过作品看到，而不是通过模糊的远距离偷拍看到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。不是说大家不能期待，不是说大家不能兴奋。期待当然可以，兴奋也可以。诚意有新剧，粉丝开心很正常。只是这种开心，最好不要变成让剧组担心，让现场工作人员为难，让作品节奏被打断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演员在现场拍戏，本来要面对角色、镜头、台词、走位、天气和时间压力，外面再围一圈人，整个现场的顾虑一定会增加。具体到诚意本人怎么想，我不知道，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，但从创作规律看，任何认真工作的剧组都会更需要安静和秩序。说回这个事，我真正想表达的一句话是，别让一个演员的影响力变成他的额外负担。这也是我的评论，不是官方说法。受谎能未播先热，说明市场期待这个项目，粉丝愿意关注，说明诚意的职业积累有效。剧组和工作室愿意及时沟通，说明这个项目在认真保护创作环境，这些都是好事。别让好事走错路口，让热度回到官方渠道，让好奇回到正片，让喜欢回到作品。这样，演员才能更专注地完成角色，剧组才能更稳地把故事拍好，观众最后也才能看到一个完整、干净、有质感的受谎。最后，我想给各位一个小挑战。接下来，如果你刷到受谎的非官方路透，先别急着点开，停3秒，想一下，我这一次点击是在帮作品，还是在帮代拍？如果答案不确定，那就划走。真的，划走也是一种支持。诚意走到今天不容易，这句话不是煽情，是因为任何一个演员能让观众持续期待新作品，都不是靠1、2次热搜完成的，而是一部一部作品，一场一场戏，一次一次被观众重新看见积累出来的。懂他的人会懂，真正的喜欢不一定是靠近到现场，而是给作品留出完整生长的空间，让受谎安安静静拍完，然后我们在屏幕前好好看这个角色交出来的答案。今天就说到这，评论区也别吵，咱们就聊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现在支持演员最有分量的方式到底是什么？